现在，如果有人问你幸福吗？你会怎么回答？花点时间暂停影片，对自己回答这问题，或者在评论中告诉我们，等你回来。那么，如果回答幸福，想想为什么这么说，真满意吗？还是只是装模作样，假装满足？这支影片，我们来揭开真相，了解一下有科学依据的一个人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快乐的7个迹象吧。开始啦！题外话，如果有小伙伴在为幸福而挣扎，或是对生活感到满足，这是件严重的事，请向值得信赖的心理健康专家求助，以有助于搞清楚这些想法和感受。1. 比较。1991年，鲁特·范霍文做了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，他证明了预测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可以是比较。如果一个人觉得处境比别人好，就可能会更快乐。现在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，假设同事升职了，而自己也参加了面试，我们会微笑着祝贺他们，但如果他们问你不难过，对吧？停，真心快乐吗？然后呢？范霍文表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幸福感往往相当稳定，而且幸福感与心理变量的关系比与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更大。如果意识到升职带来的是更多责任和更长工作时间，可能会对他们接受这份工作表现得很高兴。另一方面，可能只是为了不被认为是输不起的人而强颜欢笑。不过，在这两种情况下，幸福都仅仅取决于谁拥有更好的情况。如果好奇自己是否因生命中的东西而快乐，那就问问自己，我喜欢这个是因为觉得它比别的好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可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快乐。2. 内心世界。在范霍文研究的那年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名为《关于幸福的问题：经典话题、实心答案、盲点》。书中，范霍文再次提出了第一点，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幸福，但这只有在内心世界与之匹配的情况下，即使有了最好的工作、车、房、伴侣等，如果没有处于正确的精神状态，或者如果对自己不满意，仍然不会让自己快乐。现在，这也意味着，如果没有满足自己所有的基本需求，就很难快乐。这一切开始和结束都取决于自己，所以请一定照顾好自己。如果正在与自己的心理健康做斗争，可能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快乐。3. 压力。这似乎是常识，但不得不这么说。2008年，玛丽华盛顿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快乐和压力之间关系的研究，他们发现两者成反比，即一个高了，另一个就低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如果一个人对即将到来的考试，对在老板身边焦虑，对第一次即将到来的约会，对有几笔要付的账单，对父母在过去几个月回家看望后一直没打电话，感到有压力，可能不会太开心，即使认为自己高兴，也要循序渐进地整理出待办事项清单，这可能是一个人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4. 社会互动。当一个人把工作、必要的差事和杂事从一周中剔除后，剩下什么？任何与他人互动的事都是踩谷点。在一项对涉及65岁以上成年人的44条不同试验进行的社会互动整合分析中，研究人员发现，生活质量最佳的参与者至少有3个月的定期社交活动，比如上健身课或参加读书俱乐部。现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让自己感到舒适社交互动，无论水平如何，都要找一些更舒服的事情来帮助自己从所有的工作中脱身，让大脑得到休息，这有助于提升真正的幸福感。5. 悟性。回到我们的朋友范霍文，在他的文章《幸福》中，他指出，我们不会通过欲望与现实的对比来计算幸福或不幸福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什么东西却没得到，大脑不会将其视为不快乐，大脑会从极端情绪中推断出快乐或不快乐。比如，如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在用最新的苹果手机，但你仍然落后几个版本，大脑会根据你的反应来推断快乐或悲伤。如果因为没有得到新苹果手机而超级嫉妒，大脑会记录下这种极端情绪，导致对现在的手机不满意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对不用付更贵的电话费而感到些许宽慰，并且仍然为自己有一部能用的手机而感到满足，那么大脑可能会认为没有极端情绪就是幸福。关键在于如何看待，如果倾向于持消极态度，可能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快乐。6. 平衡。如果有小伙伴是恐怖片迷，那一定听过这个，只工作不玩耍，聪明孩子也变傻，是吧？这是件恐怖的事，我们不得不走进这个恐怖的故事。在电影中，约翰尼的妻子赛宁发现这句话从他的打字机上打了一遍又一遍。除了住在闹鬼的酒店，他还因为不休息而把自己累疯。幸福也一样，不是关于要消除自己生活中的每一点消极情绪。杰里米·边沁是最早研究幸福的人之一，他把幸福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总和。范霍文同意，
并叙述为幸福是对一个人生活的整体评价。我们都有一份糟糕的工作，或者在这里或那里遭遇些压力，明白这一点，并确保自己在生活中保持平衡，将极大提高自己的幸福水平。最后一点，7. 感恩。在2017年一项关于感恩与幸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提到，越感恩越幸福。在这项研究中，参与者被分为2组，一组为对照组，另一组参与者被要求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一件梦想成真的事。那些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过去的人，实际上表现出更高的幸福感和对未来的希望。表达感激的一个简单方法，就是对自己所拥有的说声谢谢。可以大声说出来，也可以在心里默念，也可以写下来。但重点是，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甚至当有多余的钱，点一份新菜品的时候，都要表达出来。这可以帮助自己像自己相信的那样快乐。现在，我不想在这里争论生命的意义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42，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找能让我们快乐的东西。生活可能不全是风和日丽，但我们经历风雨的方式真的显示出我们对生活的真正满足。小伙伴们有没有留意过其他迹象，表明自己可能真的不快乐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分享，让我们大家都能了解到。一如既往，关注我们，关注更多心理学内容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